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讲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其实今天这则恐怖怪谈是发生在加拿大。那这则恐怖怪谈呢，其实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做恐怖之窗。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故事其实还蛮多的啦，而且它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鬼魂的那种旅行团。那其实这种在台湾比较少嘛，那像在欧美国家，其实他们有些地方闹鬼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会在那个地方去创立一个像说导览，然后你晚上可以在那边去听那个导游在讲那边的鬼故事，这样才有它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很棒。可是我今天为什么会把它做成恐怖怪谈呢？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小弟偷懒，因为恐怖怪谈大家还要去找更多的资料。那因为这一段时间小弟比较忙，所以说我就把它当成恐怖怪谈下去做。这点请大家多多见谅，因为下个月12号开始，那个日本的 YouTube 会再来台湾，然后我会一直到5月底都非常的忙，所以说我会再赶进度哈。那这点请大家多多见谅。好 ，OK， 那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什么样的经历呢？他又是去什么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赶快介绍给大家了。我已经向网站提交过3篇的故事，我那篇关于老天使旅馆的故事激发了一位读者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乔治堡的细节，因为我在那篇故事中提过他，所以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吧。我之前的文章大多是我亲身的经历，但这篇故事是由我家人讲述的2个事件组成的。乔治堡是由英国军队在1802年建造的，成为英国军队和当地民兵的总部。1813年5月，在乔治堡战役中，美国军队攻占了乔治堡，美国军队以此为基地入侵加拿大现在的安大略省，但石溪战役和比佛坝战役中被击退。同年12月，美国军队放弃英国这一侧的河岸后，英国军队重新夺回了堡垒。撤退的美国军队在这时烧毁了尼亚加拉湖镇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无家可归的居民在接下来的几天严重的暴风雪当中冻死。据说这一切悲剧创造了完美的灵异现象温床。有些人声称尼亚加拉湖镇是加拿大最闹鬼的地方，而乔治堡则是尼亚加拉湖镇最闹鬼的地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确实有几个来自堡垒的故事。2005年，我和妻子去参观尼加亚拉湖镇。我们白天去乔治堡参加了常见的历史导览，当天晚上我们又回来参加晚上的鬼魂导览。由于加拿大公园管理处不承认他们的管理的地点有鬼坟的成分，他们让第三方来做这个导览，也就是乔治堡之夜。当提着灯笼的导游开始导览时，我故意落在队伍的最后面，和最后面的导游聊天。因为我之前已经参加过这个导览，所以不需要再听那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在堡垒以及他身份工作的时候，白天和晚上都看过鬼魂，其中2个包括穿着当时服装的男人在凌晨3点试图搬动一组为户外演唱会准备的大型音响。当有人靠近他们时，他们抬起头，然后就消失了。还有一个关于孩子的故事，他们穿着2个世纪前的衣服，在场地上玩一种球类游戏。一般的游客以为他们是表演的一部分，他们还好奇这些孩子怎么会在一位游客转身的一瞬间就那么匆忙地消失了。没错，当时孩子和妻子会跟当兵的丈夫一起住在堡垒里。据说其中一栋碉堡的楼梯上会出现一个穿白色睡袍的小女孩，她有点脏，金发，不跟任何人说话，最后会慢慢的淡化消失。还有许多更官方的记载，有些相当可怕，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妻子和我子女的故事。我的妻子的故事影响不算太大，但在导览过程中，她在远处看到了英国士兵制服上交叉的白色腰带。那时天已经相当的黑，所以看不太清楚。他以为那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导览结束时，他终于跟导游提起了这件事。导游说绝对不会让穿戴戏服的人四处跑来吓人或说服任何人，这不是那种导览。他告诉我他看到的肯定是真的。几年后，我在我岳母家参加感恩节晚餐之后，我稍微聊到乔治堡时，我子女说我在乔治堡过夜过。
我很感兴趣，我没有提到任何灵异的事，只是请他多说一点。我之前不知道这是安大略省7年级的课程的选修活动之一，去其中一个堡垒待1天，包括过夜。我请他详细告诉我，他当时读11年级，正在跟我说他这个故事。他们白天参观并参与1812年士兵的生活，有穿当时服装的人，他们可以跟那些人互动，但到了晚上，他们被告知，如果看到任何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人，不要靠近他们。他们不能离开睡觉的碉堡，也绝对不能跟任何穿着当时服装的人互动。他说这些指示听起来很奇怪，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任何人穿戏服呢？他说有一个男人从门口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们，那个人看起来够奇怪，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想跟他说话。他接着告诉我，他们坐在一个隔壁房间楼梯上的小女孩说过话。我问他那个女孩是不是金发，穿着脏的睡袍。他说对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问问题。他有跟你说话吗？没有。你有拍他的照片吗？有，但照片没有拍出来。你有看到他妈妈吗？他停顿了一下说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妈妈。他说那女孩大部分时间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们就留在那个地方，去隔壁的房间参加活动。回来时小女孩已经不见了。我接着告诉他关于这个地方闹鬼的历史，他听得目瞪口呆。他说那天晚上有很多细节都符合闹鬼的主题，从不准跟外人互动的指示，安静小女孩的出现，以及门口那个样子奇怪的男人。几天后，他回去找他7年级时带他们去这次户外教学的老师，问他知不知道堡垒闹鬼。老师承认他知道，但当然不能告诉一般12岁的小孩。老师也承认，当他看到那个小女孩和奇怪男人时，自己非常的害怕，但他必须把恐惧藏起来，以免吓到孩子。总之，抱歉，这只是我从家人那里知道的2个遭遇。如果你有机会去堡垒附近，我强烈建议你去走走。鬼魂导览非常棒，有很多有趣的鬼故事和历史的记载，说不定你会收集到一些新的故事可以分享哦。好，介绍完今天这个经历，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哈。为什么会把它归类成怪谈，不是世界恐怖之窗？因为世界恐怖之窗是要汇集很多人的那个恐怖的经历，或者是不可思议的状况。那今天这则怪谈呢，就是这个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他子女还有他老婆碰到了一个状况，所以我把它归类成怪谈。假如我可以收集到更多人的故事，那或许我可以把它做成世界恐怖之窗，但是问题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就跟开头前面所说的，请大家多多见谅哈。对，好，那今天这则恐怖怪谈呢，其实我听到这些故事，我评分的话大概是3颗星星啊，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恐怖，它很恐怖，但问题是这些人并没有对他们有伤害的一个行为跟动作，或者是比较激烈的一个反应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还好。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有趣的，就像我们的台湾的一些什么，我们的那个一些军事要塞啊，早些军事要塞也是会有一些故事嘛，就像我们的大五轮炮台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还蛮有趣，虽然恐怖的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对啊。好 ，OK， 那今天恐怖的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咿呀嚓嚓。